程序来讲哈，其实现在把甩手当做一种暖身了哈。那以正确的程序来讲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日常的活动，就一般的劳动啊，日常的活动，跟我们练拳练啊有什么差别呢？因为我们所有的劳动或者日常的活动，你只要是活动，都牵涉到什么？都牵涉到气血的流动嘛，是不是？你躺在那边，气血的流动，跟你坐在那边看电视，气血的流动；你坐在那边吃饭，气血的流动；你坐在那边开会，跟别人讲话，气血的流动，跟我们练拳练功的时候气血的流动，它的差别在哪边？我们常常讲日常的劳动、日常的活动不算练，那跟我们正式来练，它的差别在哪里？都是气血的活动啊，那跟跑步啊、打球啊那些也是啊，它也是气血很旺盛啊。那跟我们练有什么差别？啊？平常活动没有注意动作跟气跟意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分别，可是也不全然是，也不全然是，因为人家专门练跑步的，他也会注意，哎，就是他们在练习当中，你就算打篮球的专业打篮球久了，他也会去调配他的呼吸啊，是吧？所以同样是气血的流动啊，它运动它也是心肺功能也会起来啊，气血的流动也很强啊，跟我们练功有什么差？这就给你们一个提示，为什么国术里面所有的门派，它一开始都是从什么？都是从站桩，从基本功。站桩跟基本功在建立什么？跟一般的活动不一样的在哪里？它在建立什么？啊？结构可以这样讲，它在建立一个正确的体态，或者一个讲正确的结构。那这个正确的结构是什么？我讲嘛，我们的结构出来是什么？是在里面形成通路，是不是这样子？啊，延伸啊，这个关节的位置要正确啊。这个体态它在建立一个通路，建立什么的通路？气血的通路。平常的活动，或者你去一般的运动，你的气血很旺了，你气血也在动，可是它不一定是流经一个正确的通路，不一定收纳在一个正确的通路之内的，或者说不一定集中在一个正确的通路之内的。主要的差别在这边，那建立正确的通路，比方讲，你们练桩是最基本的，每一个门派建立它正确的体格架构跟正确的通路的一个最根本的啊，这个静态的桩。在这个里面去建立那个气血流动啊，那个正确的通路就好像一个国家，我们国家是南北纵深的嘛，所以它一个主要通路就是南北的高速公路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其他的国家有到大陆这么大，
跟那个当初国父讲的要建立什么铁路，他那个是怎么想的？就是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土，我们要建立哪几个动脉，东西向的、南北向的或者环绕的要有多少，才能建立出这个里面的流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嘛，就是能量嘛，人员货物的流动就是这个国家的整个的能量的流动嘛。所以他们有他们那么大的土地，有那么大的土地建立的通路。所以每一个门派的基本功，或者我们讲装，它有些会不同，注意点不同，装的方式不同，就是什么？它建立的通路，它建立不同的通路，适应它后面的需要。啊，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先建立起来了，然后你动，你甩手啊，你的甩手必须建立在这个正确的结构之下来做这个甩手，才算在练。如果你在做甩手的时候，你还是跟你平常的活动一样，那个架构没有了，就不是练，就跟你平常散步什么一样的，所以要注意这个。所以为什么前期要花很多的时间？传统国术的练习为什么前期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因为他在建立这个。当我们建立起来这个东西，变成我们日常的习惯了。你看很多老师傅他坐啊、站啊，他的行住坐卧都不离这个结构。他在动，他日常生活的活动，对他来讲就是在练，听不懂？因为他都在这个结构中嘛，就是我这次在大陆最麻烦就是走路多，一天啊，你去到一个景点啊，一天最少走个17000、8000或者1-2万步。你在走路，你走路的每一步，你维持在你的身体的结构之内，走那1万步、2万步，你就是在练。如果走，你的结构垮掉了，就没有再练了。听不懂？所以中国武术你们会发现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进步啊，你可以不特殊练，可是你这个建立起来，你会发现很多练国术的，他一直到年纪大，他还是会有进步。虽然他没有像年轻时候辛苦的那么练，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建立起来了那个结构了，他平常的走路、平常的活动、平常的行住坐卧，他都在这个之内，气血的流动都在这个之内，他都是练。这个观念有没有懂？所以你每一个动，你在练武，你不管练暖身的东西，任何东西，你在日常生活的行动。所以包括道家讲，他睡觉都要有睡姿嘛，睡觉都要有睡姿，也是牵涉到什么？也是牵涉到气血流动的那个通路。所以要花多一点时间，把自己的这个结构的通路要把它建立起来，变成你的习惯，变成你日常的习惯，晓得吗？这个才会跟你一辈子都会对你有益。你不管做什么，所以一个练武的人啊，我师父以前说，你看到这个人练拳啊，他如果走路是这样走的，那他练的是一个技术，他没有练上身。也就是说，练武的人他不会这样走路，他不会这样走路，
这样走路表示什么？表示你守不住你的胯。就胯的正位对他来讲没有变成他的肢体的习惯。讲不懂？他可能学了很多的技术，可能他的技术很好，可是他练的技术没有形成他一个身体的一个正确的架构的习惯。表示什么？表示他平常气血的流动。我们要从外形来看内在的气血的流动，表示他内在的气血的流动没有达到这个练功的要求，因为他学的是一种技术，就是他没有这个观念，听不懂所以这段时间很好比较累，因为 Vova 还是年轻力壮可以带你们练比较多这些基本的下穿掌侧腰这些东西，我平常带都比较少带了还有桩这些那你们平常自己就要去强化这方面的练习了这样子你后面练的东西才能够融入到你的这个身体的架构之内，这个架构变成你不需要去想，想了你后面练的东西你会发现到才能够什么事半功倍，否则你后面练的东西每一个东西都要调整，每一个东西都要调整，就慢了这个是一个要跟你们提醒的。那这个东西要去想通不是听我讲就好了，你要自己要去领悟自己要去想通它它可以应用面，它的应用面跟牵涉面是很广的好。